攻略顾城玉成功后，我拒绝回到原世界，选择留在这儿跟他组建一个新的家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老婆，若是在外面养了别的女人，那叫出轨，那叫骗婚，是会被人瞧不起的。所以你要跟我在一起，就得舍恩的三妻四妾，只喜欢我，是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知道不？我当然只喜欢你了，说没有月儿，哪有顾母的如今？在原故事中，顾城宇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配角，可我喜欢他的气节，我觉得那样有风骨的人不该潦草收尾，于是我设法改变了他必死的结局，并陪他从籍籍无名到如今的太子帝师。月儿是上天赐给我的神迹，是我心上永远的皎洁月光。他是那样的喜欢我，即便他的母亲认为我身份地位配不上他，即便被藤条打得满身是伤，仍然挺直了脊骨为我忤逆。儿子就是要娶她，母亲若是不同意月儿过门，您就当没生过我吧。希望你不要后悔今日的决定。我怎么会后悔呢？最煎熬的日子，他都没有想过放弃我，连患难淬炼的真心一定会更加珍贵。郎君不是许诺他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怎么这会儿又在小女子怀里求欢所爱？你又不是人。顾城玉不知道那夜风雨如昏，我在屋外听得分明，一颗心像被无形的手攥紧，痛得厉害。我没有选择大吵大闹，而是一如往昔的对他微笑。我想弄明白，明明白日里还说爱着我的人，怎么转头就变了心？夫人醒了吗？夫人她一夜未睡。啊，不是告诉过你这段时日公务繁忙，让你不必等我吗？夫君这段时日身上总带着梅香呢。哦，回来路上许是沾了花香。顾城玉说话滴水不漏，一如他向来做事周全。他要进屋藏娇，自然不可能让我起了疑心，只可惜百密一疏。春来蚊虫多，夫君还是多注意一些吧。啊，不是吗？劳月儿费心，我会注意的。哎，走吧，趁还未日上三竿，我陪你睡一会儿。不是告诉过你不准来这儿吗？怕什么？我是妖，又施了安眠术，他不会发现的。人家想你了吗？看在小女子这么可爱的份上，饶我一回好不好？下不为例。好耶！另外，下次不需要镜子了。为什么？那是我给你打的标记，代表着你是我的。我要养，我还要养。你这样会让月儿误会的。他是你的爱人，我是你的爱妖。你说过对我跟他都是一样的喜欢。顾城玉，我是你养大的，是你让我生了情丝，有了思慕，化作女子娇躯，也是因为你。这棵梅树之所以枝繁叶茂，从来都不是为他，而是为你开花的。岁月借我千古心和满怀，无人却何干。我们种下青梅树，就可以春天开花，夏天吃梅，秋天酿酒，冬天饮酒。我从前都不知月儿那么喜欢梅树，一年四季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。因为梅树像你啊，有风骨有气节，可偏偏终是有风骨的君子为花折了腰。我知你素日无聊，我让好友组了局，带你一起玩。到了那儿别拘谨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只不过切记不要贪凉，过几天你癸水要来了，若是闹得肚子疼，某个小姑娘别指望着我晚上给你揉肚子哦。知道了，夫君也要注意蚊虫叮咬。啊，确实啊，最近蚊虫厉害了些。郎君真是疼爱夫人，连最细枝末节的小事他都记得如此清楚。放眼整个京都，恐怕都找不到第二个如郎君这般年少有为又知冷知热的男儿了。是吗？
可偏偏最在意细枝末节的人，却又总在细节上翻跟头。掉头。啊？我说掉头。以后他做你的人间妻，我做你的妖间妻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郎君今日好生热情，小女子都要收不住了。胡说，明明还能吃下很多呢。妖间妻，哼。月儿，便是你看到了又如何？郎君这里对我是跟你一样的感情。难怪夫君近来颈上红痕不减，原是被你这只又讨人嫌又恶心的虫子咬的。月儿，你听我解释。林心倩，我再三告诫，让你注意蚊虫叮咬。你以为我在跟你说笑吗？那是我在给你机会啊，顾成玉。你呢？转头就跟这个女人上了床，现在要立什么贞节牌坊？恶心，你太恶心了。月儿，你在娶我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你，你要跟我在一起，就得舍了那3妻4妾，只忠于我，只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如果有一天你不喜欢我了，你要告诉我，我不会缠着你的。但如果你明明3心2意，却假装1心1意的话，我会让你失去我，我会让你永永远远都找不到我。顾成玉，你要失去我了，这种事情再一再二不再三，你既做不到从一而终，那我们月儿，那夜风雨如晦，我都听见了。原来他早就知道这段时日的一切如旧，全都是他在给我机会。月儿，李青青不是人，我不算为是的。我是周如月，在抓到丈夫与别的女人欢好后，她自欺欺人，苍白辩解，以求挽回我的心。李青青非人，不在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范畴，所以我没有违背对你的承诺，答应跟你一双人，便只与你一双人。月儿，你给我点回应啊，不要不理我。可在这个时代，3妻4妾才是常态吧？李青青，我有说错吗？夫君位极人臣，钱权都有，不过一个色字，勾勾手指的话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偏偏他为了你这么一个天外人守身如玉，你可知外面都在传他好男风啊？你既到了这个时代，就得遵守这个时代的规则，而不是让所有人都迁就你。不过是跟我睡了一觉而已，干嘛这么大反应？你可知你现在的行为叫善妒啊？所以你也觉得我现在的行为是小题大做是吗？我便是善妒又如何？我就是容不得我的婚姻中有第三者的插入，人不行，妖更不行。而敢！哼，你现在是要为了他跟我对着干吗？啊！哎，月儿，我与顾成玉相恋6年，成婚1年，期间经历大小风霜，明刀暗枪，可我们都一一挺过。我本以为终于是得见彩虹的风平浪静，却不曾想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等我以后有钱了，一定给月儿买金发簪、银发簪、玉发簪。玩那么多发簪干什么？我只要这个就够了。你会不会后悔喜欢我？像我这么没出息的男人，你不会埋没于此的。哎，夫人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可当我真出了顾家，我才发现我根本无处可去。我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没有归处。月儿，月儿，你怕什么？他一个天外人，除了你谁也不认识，又被你养得那样金贵，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自己滚回来的。我说姑娘啊，你这都拖欠房费几天了，打算什么时候给啊？能不能再缓缓？我过2天就能找到伙计。没钱住什么店？滚滚滚滚滚！
真是丢人现眼！你怎么样不要紧，但不能败坏我顾家的门风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回府去。店家，多余的钱不用找了。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，到底是有娘生没娘养的野丫头！我不回去。由不得你，还不快把她拖走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你回来的正好，我要你娶亲亲入府。顾夫人不喜欢我，是顾府上下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。之所以不找我麻烦，是因为她知道她儿子的心在我这。为了避免母子嫌隙，她主打一个眼不见为净。而现在摆出这副样子，大概是想借黎青青挫挫我的锐气。可即便如此，儿子就是要娶她。母亲若是不同意月儿过门，您就当没生过我吧。婆母何不问问夫君的意见，再做打算？月儿为你不碰别的女人1年多还不够吗？男人3妻4妾才是正常的，一生一世一双人这种话根本就是在放屁。母亲，最后的通关牒，要么娶了亲亲繁育子嗣，要么休了这个女人。月儿，你自己选。我会娶黎青青。母亲的话你也听见了，那种情况下我只能……我为什么不能生养孩子？你不清楚吗？月儿别哭，就算以后没有孩子也没关系，我只要有月儿就够了。可是没有孩子的话，就不是完整的家了。你在的地方才是我的家。当年你初露锋芒，被政敌针对遭遇暗杀，是我挡在你身前挨了那致命的一刀。你那时说你会永远保护月儿。你说就算没有孩子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在的地方才是我顾城玉的家。可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明明爱我就要伤我，让我失望了一次又一次，如此心灰意冷，痛彻心扉，肝肠寸断，皆是被你所赐。月儿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，我真的受够了。可是月儿，你很清楚，在这没有旁的亲人。而且，就算我娶了她，就算有了她，也不会影响你什么的。你依然是顾家的主母，我的妻子。他的眼睛告诉我，他没有骗我。顾家的主母，他的妻子，这一点不会改。河源属于我的心被掰成2半，一半在他那儿，一半在我这儿。旧爱不敌新欢，难免日后我不会沦为空有名分的工具人。月儿，我后悔了，系统，我想回家了。我想妈妈，想朋友，我在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。早跟你说过了，擅自插手别人的因果会遭致祸端。你一意孤行至此，落得如此下场也是活该。系统，顾城玉本该死在20岁，你让他多活了7年，势必会遭到反噬。譬如现在变心在头1年，难道以后你的境遇只会比现在还要惨？你想看看吗？被辜负的真心落在陌生的世界，会是什么下场？我知道你没有与人私通，败坏你的名声，让所有人对你避之不及，只是让你认清楚，你嫁与我时便是孑然一身，你的系统也帮不了你，你只能依赖我。在这个世界，我就是你的天，你的地。我真后悔娶了你，无才无德，身子又弱，不过是几房姬妾你就跟我要死要活。男人3妻4妾才是常态，一生一世一双人这种话早就不落实心了。对不住，郎君喜欢小女子，要抬我为妻，日后姐姐恐要唤我一声主母了。
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，便是青青这个妖都比你懂事。一声叹心断肠，望着今宵，谁敢说？注定情深之人。所以说，真心这种东西瞬息万变，爱你时爱得死去活来，厌你时巴不得你尽快消失。仅凭一腔爱意，想要颠覆这个世界的规则，让所有人都迁就你，根本就是在自取其辱。好啦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你要回家，就得拨乱反正。怎么才能拨乱反正？他死，你才能活；反之，你死，成全他的光辉未来。大人，门外来了一个人，说是您的故人。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一位故人？男的女的？是一位姑娘。肯定是搞错了。你知道我一向洁身自好，没有什么红颜知己的，我这就把他。白瑶，这么说，我男人是你曾经的攻略对象？理论上是这个样子，但其实他根本没攻略我，他转头就去刷顾城玉的好感度了。对啊，你都攻略成功了，还来找我干什么？该不会你对我余情未了？别打岔，让人家说下去。是因为我的丈夫变心了。这就叫多年努力付诸东流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，蓦然回首，发现自己是小丑。痛！喜欢上妖，这不算背弃承诺，这变心的理由还真是清新脱俗到独一份。所以直言吧，你想让我家白瑶做什么？太子帝师的位置原本是属于白瑶的，是因为我的介入，才让顾城玉占据先机。我希望能够让一切各还本道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就是能不能先让白瑶充当一下我的情人？明白了，他现在是你的了。渣男之所以理直气壮，是因为他们自己没尝到被戴绿帽子的感觉，现在不过是一报还一报。姐妹，不是，都没人问问我的意见了吗？占有死对头的老婆，应该能让顾城玉吃瘪好一阵吧。我帮你。你确定他真的会来这儿吗？你要相信我的情报网。哟，这不是自诩清风朗月的顾大人吗？怎么也来这种寻花问柳之地？放开他！放开！你是指我的女人吗？她是我的妻子。错付真心被戴上绿帽子的女人，也配叫做妻子？你害明珠蒙尘，就不能怪明珠被他人捡回去奉养。更何况小月儿原本的攻略对象就是我，你嘛，顶多也就算是个我的替代。可惜你连替代品都做不好。赝品就是赝品，赝品再怎么样啊，终究没有我这个正品讨小月儿开心。小月儿，你自己说，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他？这男人骚包起来也是真骚包。喜欢你，最喜欢你了。你打我？说，你什么时候跟他搞在一起的？就许你州官放火，不许他百姓点灯啊！你能给他戴绿帽子，他自然也能给你戴，这叫情侣款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说错了，这叫分手绿毛龟。我跟小月才是真情侣。跟我回去，我就不跟你计较此事。我不会回去了。你说的对，过去我没得选择，这个世界我只认识你，我只能依赖你。可现在我有得选，我有了比你好1000倍10000倍的男人。试问，在这种情景下，你会让自己忍着恶心，吃一坨屎味的巧克力吗？月儿，顾大人告辞，恕不奉陪了。毕竟你也看见了，跟狗皮膏药说话是劳神费力的。老薛，原来这就是寻花问柳的花呀！
看不出你牙尖嘴利起来，跟淬了毒似的。彼此，你骚包起来也跟淬了毒似的。那是做戏要做全套，要不是为了看他脸绿的跟个青瓜似的，我才不会牺牲色相呢。那个时候，他居然有一瞬间的愧疚。啊？谁叫你来这种地方，真是丢人现眼。男人是不是都这个样子？有了新的就抛弃旧的，没了旧的又开始朝新的撒火，开始捏起旧的好。可最初，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，他都曾发誓过对他们最好。这个最好，最好就是不好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男人的标准是什么。哎呦，怎么好端端的就被抄家了呢？据说是顾大人以权谋私，被人捅了出来，引得圣上震怒，这才被扒得连底裤都不剩了。哎呀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你说是不是，顾大人？被枕边人捅了一刀的滋味如何？好啊，果然是你这个野丫头在作祟。玉儿，我早跟你说了，不要娶这种女人过门。你就那么恨我，宁愿毁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？是啊，我恨死你了。我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吧？我只是变心了，对吧？难道辜负女子的真心让她心碎不算痛吗？只有打在身上的痛才叫痛吗？让她一次次抱有期待，让她失望透顶不算痛吗？顾成玉，你太傲慢了。如果当年你没有向我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，我不会拿爱人的标准要求你。是因为你说你喜欢我，只喜欢我，所以我才抛弃我的世界，选择留在你的世界。玉儿，你出轨那一天，我一直在想，我究竟是哪里做的不好。可后来我又觉得，也许根本不是我不好，是你想要的太多了。你位极人臣，却只有我一个女人，而你的那些同僚被娇妻美眷环绕，你心里不平衡，对不对？可你又不想被我骂作薄情寡义，所以你找了他，日复一日的对自己洗脑，觉得这不是背叛。到后来，连你自己都信了。顾成玉，你连最基本对伴侣的忠诚都做不到，除去年少的滤镜，你其实本质上就是恶劣到极致的毫无风骨的混蛋而已。但没关系，谁年轻时没瞎过眼？只要姐换得快，渣男就追不上我。哎呀，美娇娘在怀，太子帝室的位置又到我头上，可谓双喜临门，某人可不要嫉妒到眼红哦。阿玉，伯母，没关系的，青青会陪着你们东山再起，做一个比他更大的官。哎呦，真是好孩子，但凡阿玉早一点遇到你就好了，也不至于被那个贱丫头钻了空子。哼，钻了空子，究竟是谁钻了谁的空子？某人心里不清楚。郎君是喜欢小女子，还是喜欢你那位夫人？自然是最喜欢你了。亲亲，你是妖精，而且好巧不巧，就长在你们家院子里呢，真是祸不单行，可喜可贺哈。与妖精为伍，难怪官风不正。可怜那位夫人，不知道挨了多少委屈，才有勇气跟他们家割袍断义。吵死！真当本官敢挑明你的身份，会一点准备都没有？道家的缚妖灵，专属邪祟魍魉。名声、地位、财富、美人，四大皆空。你现在这般活着，还真不如死。最新的消息，黎青青被缚妖灵烧了7天7夜，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。那顾夫人受不了流言蜚语，已经返回老家。不过嘛，风声传得那么大，想必她在自己的家乡也不会好过到哪去。那顾成玉呢？连着问审精疲力尽，大概率会被收押。谢谢你。风水轮流转而已，但最终还是看你自己。没有不破不立的勇气，任谁都帮不了你。所以周如月，是你自己拯救了自己哦。承你吉言。那么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回家了，我想回自己的家。月儿，我们一起去死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会来这儿，因为我们最初相遇就是在这儿。你想回家对不对？我偏不如你所愿，你是我的妻子，
死也得死在我的世界。放开！我只是犯了一个小错，你为什么就判我死刑？我寒窗苦读10年，猝不及防要生来什么都有，为什么要向这种人俯首低就？我为什么就不能做人上人？月儿，不准走！你是我的妻子，怎么能抛弃我，回到你原本的世界？你是我的。你应该听见了吧？他们是来抓你的。白瑶说了，你会被收押入狱，往后余生都得在牢里度过。他们抓不到我，我的月儿。如果我阻止不了你回去的步伐，我就跟你一起回去。你的世界里，我们再寻高就，我们依旧是忠贞不渝的夫妻爱人。骗你的，谁告诉你我只能跳河回家？月儿，月儿，小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他死了。曾经我以为这份感情比金子还珍贵，可痴心错付，若不以鲜血洗涤，便难消经年之苦。恭喜，准备回家吗？一个都不想带了呢。若重来一回，一定不会再去介入他人命运，因为你不知道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人是鬼。放下助人情节，任随波而去，一如这份发烂发臭的感情，消失在奔流不息中。